一旦哪吒2突破了100亿票房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就为了有资格发这条视频啊，我把哪吒2电影刷了3遍，带父母看，跟朋友看，带团队又看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哪吒2爆火背后的3大影响。第一个影响是，好莱坞不再是全球电影制作的天花板了。大家应该注意到了啊，在哪吒2片尾长长的明谢名单里列出了整整138家动画公司，重点是全是国产的，比如《流浪地球》的特效团队啊，《熊出没》的华强方特团队，还有《白蛇长安3万里》的追光动画团队。导演饺子提到过，拍哪吒2最初啊是准备找外国公司合作的，结果呢遇到了傲慢与偏见。那饺子直说了，这138家国产企业都是以亏本接单的信念来的，也是他们一起共同托起了国漫巅峰。就拿哪吒中了穿心咒之后强行把针正出身体撕裂的这个画面来说啊，因为哪吒的肉体它是偶做的呀，而且撕裂后身体还得有岩浆喷发的效果，不仅要裂开，还要裂得好看。那为了让这种撕裂感更加真实，就这短短10秒钟的画面，特效团队花了1年的时间。再有像海底妖兽那个宏大场面，锁链一共有100万条啊，而且每一只妖兽的锁链它的形态都不一样，在空中飘动的时候，它要像头发丝儿一样乱中有序。就本来这些镜头导演是可以偷懒的，用点儿来代替，但是饺子说了，不能让步，必须做实。哪吒2这部电影整整做了5年，而像这样的死磕精神贯穿了整个制作过程。所以现在哪吒2的单一市场票房已经超越了《星球大战》和《复仇者联盟4》，与好莱坞电影一起并肩站在了世界之巅。第二个影响是文化崛起。西方曾经打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超级 IP， 你像迪士尼、漫威、DC、哈利波特，无论是超级英雄还是魔法世界，他们的故事、价值观甚至审美都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化认同。曾经啊，钢铁侠的一句 I'm Iron Man 就能点燃全场热情。如今呢，哪吒也能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上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。你想啊，其实这么多年，为了拿下中国市场，好莱坞也没少下功夫嘛。最出名的功夫熊猫系列几乎每次都打破内地动画电影票房的记录。但与其让他们来讲我们的故事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来讲？所以啊，哪吒闹的不只是海，闹的是全球文化的话语权。第3个影响是，国内电影市场的制作标准终于变了。1个月以前啊，大家都还在喊影视寒冬啊，没有人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啊。可如今呢，哪吒的票房创了历史新高，恰恰说明了观众从未抛弃电影，他们只是不愿意再为粗制滥造的烂片买单了。怎么拍出有深度、有技术、符合当代观众审美，又能体现文化自信、民族自信的作品，这才是我们的正道之光。归根到底啊，哪吒的爆火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胜利，更是中国电影工业乃至中国文化的里程碑事件。就像哪吒所说，因为我们还年轻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散会。